心中极致的年味是怎样的？是震耳欲聋的锣鼓，还是漫山遍野的春色？这个春节，我们带着镜头穿梭在广东、潮汕和福建之间，为你寻找那份最硬核也最浪漫的中国年。在潮汕，我们一头扎进鼎沸的人海，看莺歌舞画着极具张力的脸谱，踏着粗犷磅礴的步伐，将水浒英雄的狂热与热血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转头又挤进拜老爷的浩大队伍，在烟火缭绕中感受这份敬天拜老爷的虔诚与万众一心的宗族凝聚力。而跨越山海来到福建，年味又换了一种绝美的姿态。当夜幕降临，连城板凳龙化作一条蜿蜒百米的璀璨火龙，在客家古村落的夜色中穿梭游走，点燃了极致的民间狂欢。而当白日的阳光洒落，福建漫山遍野的春花已悄然绽放，人们在赏花踏青中，用最温柔的绚烂拥抱新春的生机。一半是震天动地的烈火喷油，一半是岁月静好的春暖花开。这期视频，我们将从习俗、饮食、游玩这3个方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潮汕与福建的相同与不同。准备好了吗？跟我们一起坠入这场闽潮交织的春节折叠时空。福建的春节不仅是一场穿越山海的团圆，更是一次对古老文明的虔诚守护。从正月初2回娘家时那份血脉相连的温情，到元宵夜色中板凳龙如流火般穿破苍穹的震撼，每一道习俗都如同刻在红砖青瓦上的铭文，流淌着山间特有的民族魅力。在这里，神明与凡尘共饮，传统与生活交织。这种跨越了千年的仪式感，不仅装点着岁月的门面，更在每一个闽地儿女的心头筑起了一座永不坍塌的精神故乡。欢迎来福建闹元宵！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华战舞莺歌舞。你看这阵仗，真的不是在表演，更像是在冲锋。他们画的脸谱其实对应的是《水浒传》里的好汉，手里拿的木锤每敲一下都特别有力量。在潮汕，这种鼓点一响，整条街的精气神瞬间就被点燃了。这种从明代传下来的非遗，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被关在博物馆里，而是就在这种充满烟火气的街头巷尾。
在潮汕，过年和祭祖是分不开的。每到这个时候，不管你在外面生意做得多大，都要回到这座祖庙里，老老实实的给祖宗上炷香。你看这里的祭祀仪式真的非常震撼，那种按部就班的礼数，哪怕是一个摆件、一张祭金，都传承了几百年没有变过。这种感觉非常奇妙，外面是飞速发展的现代商贸，而这一道门槛里，仿佛时间是静止的。在楼下面。还能到是不是？那这样子冲的，那更惨啊！这要查专业剧。福建元宵节的压轴戏当然属震撼人心的板凳龙，尤其以三明、龙岩等地区最为出名。板凳龙由一节节板凳连接而成，每一节板凳上都装点着精美的灯笼，由一位壮丁举起。每一节板凳龙据说都有20到30斤这么重。
海螺片、香螺、鲍鱼。我就第一轮。好吃。我要这个。那你说好，快点！潮汕的美食非常丰富，让我们从益母草汤开始揭开我们一天的序幕。好，到了。你吃跟那个辣椒的。讲正习话。哦，有。讲正习话。一个。哦。童话，还说一个童话。哦。那我左右。我数到人身上去了。
去哪？他们北大菜啊。他们会把菜了。不是，他们这是参加证的吗？这边没碟子了。这个放哪？喝什么酒啊？酒，你们红酒还是老酒？我们这边的特价。神奇不喝酒了。身体陪葬5年，小一桌面。低点头。好，来这样子拿着。OK， 好，看那边。位于汕头金平区外马路的观音庙是潮汕民间公寓的集大成之地。这座庙宇最令人震撼的是屋顶及檐角上极其精美的镶瓷艺术。这是一种利用彩色瓷片剪切拼贴而成的非遗工艺，色彩历经100年风雨，依旧鲜艳夺目。在观音庙随处可见身穿莺歌舞服饰拍照的人，大家都对潮汕文化充满了兴趣。这是财神爷，我们也来求一求财啦！希望我们今年频道能大爆。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在这里点点关注，让自己今年也能发大财哦！
庙门外的九龙壁是其视觉核心，工艺繁复，立体感极强，展示了潮汕人极致的民间审美。这里处于热闹的商业街区，但依旧保留着浓厚的信仰氛围与宁静的市井气，是近距离感受潮汕工匠精神与碎瓷美学的绝佳去处。这次我们回到福建培田古民居，这座位于龙岩连城县的客家古村落，拥有着800余年的历史。不同于闽南红砖的张扬或客家土楼的封闭，培田以其宏大的9厅18景建筑布局被誉为民间故宫。还记得我小时候在这些小巷子里和兄弟们跑来跑去，家人们在河里洗菜捉鱼，仿佛一切都在昨天。培田古民居这种独特的汉族大宅院风格，不仅排水采光极佳，更体现了客家人聚族而居、长幼有序的家族伦理。这里虽然没有板凳笼的喧嚣，却浸透了耕读传家的儒雅气质。每一座宗祠，每一扇雕花窗户，都沉淀着深厚的文人风骨。这种静谧而肃穆的古村底蕴，与苍劲有力的书法意境相得益彰，堪称闽西山水间最厚重的一抹文化底色。在福建有初五赏春花的雅趣，人们会前往园林或者山间欣赏早春开的樱花或者桃花。这不仅是对自然复苏的致敬，更寄托了春花好，好运来的朴质愿望，象征新的一年事业与生活都能如繁花般灿烂。
连城关在山与武夷山并称北夷南寨，是闽西大地的自然脊梁和精神图腾。作为典型的丹霞地貌名山，它不仅以奇峰峻岭著称，更因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被称为客家神山。泛舟石门湖，两岸赤壁对峙，水影山色交织，这种刚柔并济的意境与苍劲的书法气韵如出一辙。山中禅书院，石间有墨香，这种耕读文化的与硬朗山石的结合，赋予了关寨山独特的儒雅气质。在思源哎呀，好厉害呀！你认识这些字啊？我认字了。哇！我们的不同于寻常名山，关寨山自古便是文人雅士的修身之地，山间摩崖石刻随处可见。不仅有南宋名将文天祥的亲手书笔，更有众多古书院遗址散落其间。
颗生菜寓意着生财，还有一个财神，祝大家新年发大财，恭喜发财。但是我买的不多，我就买了大几千这样子，可能加起来就1万多吧。到时候又会有新款了。祝大家新年发大财！